今天这个期节目我们要聊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你第一次听到可能觉得是哲学问题，或者是科幻小说里才会出现的东西。但我要告诉你，这个问题是真实的物理学问题，而且物理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达成共识。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一天宇宙停止膨胀，开始向内膨胀收缩，时间会不会淹没倒流？我知道现在很多人的反应是，这个问题听起来就很玄妙，时间怎么可能倒流？但是在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得先把一件更基本的事情搞清楚，那就是时间为什么是往前走的。这个问题和宇宙坍缩的问题深深地绑定在一起。你不明白时间为什么往前走，你没办法讨论它不会往回走。我们先从这里开始。现在打开一瓶香水，香水的气味分子从瓶子里扩散飘散到整个房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已经弥漫了整个房间的香水气味自动收缩回去，把自己重新装进瓶子里？没有，从来没有，你这辈子也不会见到。再打一个比方，你把一杯热水和一杯冷水放在同一个房间里，经过一段时间，两杯水的温度会趋近，最终变成一样的温度。但是你有没有见过两杯温度一样的水自动的一杯变热，一杯变冷？也没有，永远不会。这些例子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过程里有一个方向，有些只能单向的发生，不会自动逆转。这个方向在物理学上被称为熵的概念来描述。熵是一个系统混沌程度的密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系统局部状态的数目对数。一个系统能实现的局部状态越多，熵就越大；系统局部状态混沌越无序。香水分子散布在整个房间里能实现的最小状态数量，比香水分子全部挤在瓶子里能实现的最小状态数量多衍生出天文数字倍。所以散布不状态的熵远于集中状态的熵。热第二定律说，一个孤立的机制熵必然增加，不会自发减少。这就是时间箭头的热力学解释。时间因果只能往前走，是因为当然熵增加，过程只朝着熵增加的方向自然进行。过去是低熵状态，未来是高熵状态，从低熵到高熵就是时间的方向。你现在注意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没有吗？描述了少数粒子运动的物理规律，无论是牛顿力学，还是量子力学，还是普遍相对论，它们在时间上都是廉价的。什么叫时间便宜？也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些方程里面的时间变量换成负 t， 方程的形式不变。或者换一种表述，如果你把一段描述不一定运动的视频倒着放，你完全看不出有任何违反物理定律的地方。电子互相碰撞，然后两个弹开，把这个过程的视频倒放，两个电子从各自的状态接近，然后碰撞，完全合法，完全符合物理逻辑。光子被原子吸收发射，倒放，原子吸收光子再发射，也完全合法。所以在各个层面，时间是没有方向的，物理逻辑不区分过去和未来。但是在宏观层面上，时间是有明确的方向的。香烟不会自动收回瓶子里，热水也不会自动从冷水里分离出来。这个矛盾叫什么？这就是物理学史上著名的时代之始问题，也叫洛施密特悖论，是19世纪就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到今天仍然是物理学基础里面最深刻的问题之一。这个矛盾怎么解决？简单的说，扩大行动是时间上的，没错。但是当你把大量的粒子的行为统计平均之后，宏观上就支持增长时间的方向。因为高熵状态的数目显然多于低熵状态的数目，所以系统从低熵状态出发随机产生，几乎必然地走向高熵状态，而不是低熵状态。这不是物理数学规定的，是概率倒决定性的。一杯热水和一杯冷水放在一起，从分子运动的容量热量从热杯流向冷杯，和热量从冷杯流向热杯，在效应控制上都是允许的。
但是，能实现热量自动从冷杯流向热杯的哪一方排列，和能实现热量从热杯流向冷杯的哪一方排列相比，数量少到几乎为零。所以实际上，你永远看热量达不到自动往冷杯流，这是概率的压制，而不是行为的禁止。好，那现在问题来了，熵增加是因为高熵状态比低熵状态多，系统自发的从少数走向大多数。但是宇宙的最初状态，也就是大爆炸刚刚发生的时刻，为什么是一个极低熵的状态呢？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因为整个时间箭头状态的存在依赖于宇宙最初是低熵的这个事实。如果宇宙一开始就是高熵的，那么没有时间箭头了，什么都是随机的，没有过去和未来的区别。宇宙的物理学低熵状态是一个需要解释的谜题，物理学家把它称为宇宙的低熵初始条件，有时也称为潘洛斯的宇宙学难题，因为物理学家罗杰·潘洛斯对这个问题有深刻的分析。好了，这些背景铺垫完了，我们终于可以来正面回答今天的核心问题了。如果宇宙开始坍缩，时间会倒流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得说清楚宇宙崩溃这件事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的宇宙正在膨胀，而且是加速膨胀，外表与表面之间的距离在不断增大，就像一个正在被吹大的气球，上面画的点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驱动这种加速膨胀的是一种我们目前还没有完全理解的东西，叫做暗能量。它的效果是产生一种排斥力，对抗引力，让宇宙加速膨胀。如果暗能量一直保持现在的强度，宇宙会永远加速膨胀下去，最终所有的物质都会越来越稀薄，最终燃尽蒸发。宇宙走向一个极一致性极高熵的中态，这个结局叫做热寂。但是如果暗能量的强度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分开了，或者变成了负值的，那漩涡就会反过来占主导，宇宙的膨胀会减慢停止，然后开始收缩，越缩越快，所有物质最终收缩到一个点，温度和密度无限高，这个结局称为大挤压或者大坍缩。大坍缩的过程和大爆炸的过程，从表面上看相当于时间间隔。大爆炸是从一个极高密度的点向外膨胀，大坍缩是从稀薄的状态向内收缩到一个极高密度的点。那么，既然大家的物理动作是时间紧迫的，既然大坍缩看起来是大爆炸的时间工具，那在大坍缩阶段，时间会不会倒流呢？宇宙缩小的时候，熵会不会减少？打碎的鸡蛋不会自动重复？香水会不会自动回到瓶子里？消失的人会不会复活？听起来非常荒谬的物理学，但实际上曾经有严肃的家认为这是有可能的。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英国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1985年，霍金在一篇论文里提出过一个想法，认为如果宇宙开始坍缩，热力学时间必然。既然在坍缩阶段熵会减少，时间会倒流。但是霍金后来自己改成了这个想法。他在1985年的那篇论文里，用的是一个基于宇宙无边界条件的量子宇宙学框架。他当时的演化是，宇宙的波函数在膨胀阶段和坍缩阶段具有某种对称性，所以热力学箭头会在膨胀阶段参数。但后来他的合作者唐佩吉指出，霍金的计算有错误，正确的结论应该是，时间箭头在坍缩阶段不会消耗，熵在坍缩阶段依然会继续增加，而不是减少。霍金最终承认了这个错误，修改了自己的立场。那为什么即使宇宙在坍缩，时间箭头也不会发生？这里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件事，很多人的直觉是大坍缩是大爆炸的时间消耗，所以坍缩过程应该和膨胀过程完全一样。如果膨胀时熵增加，坍缩时熵就应该减少。但这个直觉有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大崩溃从物理上来说并不是大爆炸的时间消耗。为什么？因为大爆炸黑洞，宇宙处于一个极低熵的状态。注意，这里说的是引力熵，不是普通热力学的熵。在有引力的系统里，熵的概念比没有引力的系统要复杂很多。对于普通的气体，分子均匀分布是高熵状态，
分子全部聚集在一个紫色是低熵状态。但是对于有引力的物质，情况正好，物质分布是完全低的飓风熵状态，因为引力会自发地把物质聚集在一起。均匀分布的物质系统还有大量的引力势能可以释放，还有大量的引力势能可以释放，还有大量的引力势能可以释放出来。所以物质分布在一起，比如形成了黑洞，是高势熵状态，因为这是作用下最稳定的中态，没有更多的引力势能可以释放了。大爆炸事件，宇宙的物质分布非常均匀，比现在的宇宙均匀分布，这意味着大爆炸事件的惯性熵极其低。而大坍缩的中态，所有物质都坍缩到一个极高密度的点，这个状态引力熵是极其高的。所以宇宙从大爆炸膨胀到大坍缩，整体上是一个从极低走向极高的引力熵的过程。这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和宇宙是在膨胀还是坍缩没有直接关系。那么时间箭头的方向是由引力熵增加的方向决定的，而引力熵增加的方向从大爆炸到大坍缩始终是同一个方向，从低到高。所以即使宇宙开始坍缩，时间也不会倒流，时间箭头不会随着宇宙的膨胀或收缩而改变方向，它只会跟随引力熵的增加方向走。好，这是物理学界目前的主流观点。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继续追问，那就是大爆炸为什么是低熵状态？这件事本身就不是明显的。按照概率来说，一个随机的宇宙初始条件应该是高熵的、高度混乱的，而不是那种精确均匀、精确光滑的低宇宙初始条件。宇宙大爆炸的初始状态，光滑形状齐、均匀形状齐。用罗杰·潘洛斯的计算来估计，这种低熵初始条件出现的概率是10的23次方分之一。这个数字有多小？我来描述一下，宇宙里已知的原子总数大约是10个80次方个，而那个概率是10个23次方分。这个数的分母比宇宙里的原子数还多出一个指数级别的指数，你根本无法用任何日常的比喻来理解，不可能。就是说，随机选择几乎得到这样的初始状态，但宇宙确实是从这样的初始状态出发的。为什么？这是目前没有答案的问题。人们提出，宇宙于是有这样的根本条件，是仁泽原理的体现。既然只有这样的根本条件，才会产生像我们这样能够观察宇宙的生命，所以我们观察到的宇宙必然是这样的根本条件。因为如果不是，我们就不会在这里了。这个运动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很多物理学家觉得它还不够，因为它没有真正解释了为什么，只是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观察到这样的宇宙。还有人存在，这是宇宙的结果。在无数个平行宇宙里，大部分宇宙的初始条件是高熵的，那些宇宙里没有生命，只有少数幸运的宇宙有低熵初始条件，我们就在其中之一。这个想法比较难验证，因为其他宇宙是否存在，我们目前没有任何实验手段来检验。罗杰·潘洛斯自己提出了一个叫做共形循环宇宙学的理论，这个理论很有趣，说的是宇宙的热寂中态在数学结构上，而下一个宇宙的大爆炸初态是等价的。首先，一个宇宙的结束是下一个宇宙的开始，宇宙是激荡循环的，每个轮子叫一个伊昂。在这个框架下，我们这个宇宙的低熵初始条件来自于上一个伊昂的热寂状态，两者在共形几何对称性上是等价的，彼此可以对应。潘洛斯甚至宣称，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里发现了一个伊昂里巨型黑洞合并时留下的引力波信号的印记，以同心圆环的形式出现在辐射背景图里。但这个声明在科学界非常有争议，很多人认为那些同心圆是统计噪声，不是真实的信号。好，说到这里，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没有讨论，就是量子力学方面的时间箭头。前面我们讨论的基本上是热力学的时间箭头，可知熵增方向。但在量子力学里，时间箭头还有另一个层意义，和量子态的测量和坍缩有关。在量子里，一个粒子在被测量力学之前有多种可能状态的叠加，
这叫量子叠加态。一旦你去测量它，叠加态就会暴缩到某个确定的状态，这个过程称为波函数暴缩，或者说量子测量。波函数的固定方程，那么薛定谔方程在时间上是便宜的，和经典力学一样没有时间箭头。但波函数坍缩是不可逆的，你测量之前在各种状态的重力下测量，测量之后在某个确定的状态下测量，这个过程不会自动逆转。这里引入了另一个量子层面的时间箭头，而这个时间箭头从何而来，是量子力学解决问题中最深刻的部分之一，也是迄今为止仍在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些物理学家认为，量子测量的不可逆性和热力学的熵增本质上是同一回事，都是信息从系统流向环境，导致相干性消失的结果。这个过程称为退相干。在退相干的真正框架下，波函数并没有坍缩，而是系统和环境发生了量子纠缠，系统的量子相干性扩散到了环境里。从系统的角度看，它就像坍缩到了某个特定状态，但整体的波函数还是在同一的。这个框架把量子时间箭头和热力学时间箭头统一在一起了，都是量子相干性从局部扩散到整体的结果，都是一种广义平等的熵增。如果这个框架是对的，那量子层面的时间箭头和热力学时间箭头有共同的根源，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是由宇宙的低熵初始条件决定的。所以最终一切时间箭头都指向同一个源头，就是大爆炸的那个出奇低熵的宇宙初始状态。如果宇宙开始坍缩，这个引力力学从低到高的趋势不会改变，热时间箭头不会改变，量子时间箭头也不会改变。生活在坍缩宇宙碎片里的观察者，如果还存在的话，那么多的时间依然是往前走的，熵依然在增加而不，记忆依然是关于过去是未来，而打的鸡蛋同样不会自动重复。他们会看到宇宙越来越热，越来越密，越来越靠近，最终一切都压缩在一起，但他们不会时间倒流。时间不会倒流，是因为时间箭头不是由宇宙的膨胀或收缩决定的，而是由引力熵的增加决定方向的。而引力熵的增加方向从大爆炸到大坍缩始终只有一个。好，我们来整体整理一下今天讲的内容。时间往前走是因为熵增加，而熵增加的原因是高熵状态的数目远多于低熵状态，系统自发地从少数走向。所有物理作用在时间上只是纯粹的，没有内禀的时间箭头。宏观时间箭头来自统计的压力倒性偏向。宇宙的时间箭头根植于大爆炸的极低黑洞的黑洞状态。有黑洞的系统里，均匀分布是低黑洞，聚集成黑洞是高黑洞，和没有黑洞的系统正好相反。宇宙从大爆炸的极低黑洞出发，无论是膨胀还是膨胀，黑洞的黑洞密度是固定的，因此黑洞的方向时间箭头的方向也是固定的。即使宇宙开始坍缩，时间也不会倒流。大坍缩不是大爆炸的时间消耗，大坍缩的中态是极高的引力黑洞的状态，和大爆炸的极低引力黑洞状态不同。霍金曾经短暂地认为坍缩宇宙里时间会倒流，但后来自己修正了这个错误。目前物理学界的共识是，时间箭头在坍缩宇宙里不会出现。而大爆炸为什么是极低熵状态？这个问题目前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是基础物理学中最深刻的未解之谜之一。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所有物理学问题里面最让人感到不舒服的一个，因为时间是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经历的东西，我们对它太熟悉了，熟悉到我们根本觉得不需要解释。时间嘛，就是往前走的，这不是废话吗？但当你把这个废话追问到底时，你发现时间往前走这件事依赖于宇宙在138亿年前以低到几乎为零的原始状态出现这个事实的概率。早上起床，感觉时间在往前走，感觉昨天是过去，明天是未来。这整件事，你今天背后的原因，是138亿年前的宇宙初始条件。这个首要条件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不是那样的，
你就不会在这里思考这个问题。好，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李一杂谈，我们下期再见。